巫术与宗教这两大人类精神现象在起源上究竟是什么关系？是巫术催生了宗教，还是他们共享着一个更古老的根源？曾经西方人类学界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首先，英国人类学创始人爱德华·泰勒从纯粹思维的角度为巫术定性，他认为巫术的起因是将想象的联系与实际的联系错误地混同起来。原始人发现了两件事物在实际中的关联，随后便曲解了这种关联，以为思想中的关联必然对应着现实中的因果。这是一种纯粹幻想性质的推理。基于类似的逻辑，泰勒将宗教的起源归于万物有灵论。原始人从自身的睡眠、梦境、疾病、死亡等体验中推断出肉体之内寄居着一个独立的灵魂，将这一观念推及万物，便形成了自然万物皆有精灵的信仰。在泰勒看来，宗教正是建立在万物有灵观的基础之上。泰勒的继承者弗雷泽则将两者串联成一个线性发展的序列。他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论断：在人类历史上，巫术的出现要早于宗教。弗雷泽的理由在于思维复杂度的比较，他认为巫术仅仅错误地应用了人类最简单最基本的思维过程，类似联想或接触联想，而宗教则预设了在可见世界的幕后存在着具有意识和人格的神。一个具有人格的神的概念远比简单的相似律或接触律要复杂深奥得多，理解它需要更高的智力水平。那么人类为何会放弃巫术而转向宗教呢？弗雷泽提出了一种假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中那些富于思考的个体逐渐觉察到，巫术的咒语和仪式并不能真正操控自然。当他们第一次认识到自己无力随意左右某些自然力时，一场缓慢而根本的思想革命便发生了。人类开始反思自身的无知与无力，转而相信存在着一种比自身更强大的、不得不服从的超自然力量。于是宗教应运而生。这个假说听起来逻辑自洽，但展银新教授指出了其中的根本缺陷。首先，人类无力影响自然进程的认识并不完全正确，因此永远不可能彻底消除巫术存在的基础。其次，也是更为显见的事实是，从人类历史的宏观角度来看，宗教从未真正取代巫术。欧洲中世纪对巫师的残酷迫害本身恰恰反证了巫术的顽固存在，而宗教仪式内部亦充斥着大量巫术性质的行为。弗雷泽的解释在历史事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就在弗雷泽发表其宏大叙事的同时，一个来自美拉尼西亚群岛的土著词汇玛纳将关于巫术与宗教起源的讨论推向了新的高潮。1891年，人类学家克德林顿在其著作《美拉尼西亚人》中首先向西方学界介绍了玛纳这一概念。据林慧祥先生的理解，玛纳是一种超自然的非人格的力，它不是动物，不是人，也不是鬼魂或精灵，它本身就是一种不可思议的魔力。虽然本身不具有人格，却能通过自然物、人类或精灵来表现自己。这一发现立即引发了许多人类学家的重新思考。马雷特等人据此提出了生气辩在主义，认为对力的信仰早于万物有灵观。玛纳所代表的这种非人格的魔力被视为巫术的认识论来源，而万物有灵观则是宗教的认识论来源。关于玛纳的解释，人类学界内部产生了分歧。哈特兰德试图调和巫术与宗教的起源，他认为两者同根同源，原始人面对的都是同一种超人格的存在，用恐惧与尊敬去接近它，便是宗教仪式；企图用控制或处理的态度去接近它，便是法术仪式。但这种调和模糊了玛纳作为非人格力的根本属性，用含糊的超人格概念掩盖了本质区别。批评派人类学家戈登卫塞则主张玛纳观与万物有灵观并非冲突，而是互补。他认为精灵提供了宗教的形体，而玛纳提供了宗教的动力元素，二者结合才能完整说明宗教。美国人类学家金则从另一角度区分了两种力，有魂魄的力引申出神灵论，无魂魄的力引申出法术论，二者常常交织，但法术更为古旧。面对这场众说纷纭的学术公案，展银新教授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质疑，将玛纳这种观念视为巫术的起因，实际上颠
颠倒了事物的因果关系。这一批判包含2个层面。第一，玛纳概念本身的真实性存疑。从思维水平来看，玛纳被描述为一种弥漫于宇宙之间浑浑沌沌的非人格魔力。这种概念具有相当精微的哲学抽象性，它所要求的思辨高度绝非处于原始思维阶段的蒙昧人所能企及。如果说它出自战国时期的哲人之口，或许还能让人相信，但说它是原始民族的原生观念，则不得不让人怀疑其中包含了多少西方采访者自身的想象与投射。不同人类学家对玛纳的阐述并不一致，这本身就印证了这种怀疑的合理性。即便某种阐述相对接近原意，距离其最初的观念恐怕也已相当遥远。一个有力的旁证是，在中国的民间传统中，几乎找不到与玛纳类似的观念或残疑，而中国的巫术实践却与世界其他民族大同小异，理应有着相似的起因。这表明玛纳未必是巫术产生的必要条件。第二，因果逻辑的方向应当被反转。展一新教授引用马林诺夫斯基的一段话，点明了问题的关键。一件事是清楚的，即巫术非因普遍势力的抽象观念而产生，然后再用到具体例子上去的。无疑地，巫术乃是一切实际的情势之下独立发生的。也就是说，原始人并非先抽象出一个关于宇宙之力的普遍概念，再依据这个概念去发明巫术。恰恰相反，他们是在每一种具体的工作情境中，因联想错误而形成了我们称之为巫术的具体处理办法。当人类思想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可能产生一种用于解释这种具体魔法何以生效的原理性概念。因此，玛纳与其说是巫术的起因，不如说是对魔法的一种后起的解释系统。它可以在一些民族中出现，也可以不在另一些民族中出现，其形态可以有差异，但这些都不影响巫术本身的存在状态。展一新教授最终的结论是清晰而坚定的，即巫术作为一种歪曲了因果关系的行为方式，其直接原因只能从具体目的的思维方式中去寻找。对于思维水平尚处蒙昧阶段的人类而言，在具体事件中错误地认定因果关系是极易发生的认知偏差，但要他们去认知一个带有普遍哲学意味的高度抽象的利益的概念，则超出了那个阶段心智能力所能企及的范围。这场关于玛纳的100年学术公案提醒我们，在研究人类早期精神现象时，我们应当警惕将后世复杂的思想范畴投射到原始思维之上的倾向。巫术的根源不在某个神秘的玛纳概念之中，而在人类心智认识世界时所必然经历的那条布满误区的曲折道路上。